岳父大人息怒，别叫我岳父。岳父大人，官家有意，小婿哪敢二言？向来探花榜眼，受九品大礼评事，我这著作佐郎是正八品，小婿全是为了迎娶惠娘的面子。我高家高攀不起像你这样借鬼神近身的能臣，你和惠儿的婚事就此作罢。不，爹，你不能这么做，我一定要嫁给欧阳。把他拉出去！爹，哪有这样外男在此女眷擅入的道理？把他拉出去！拉出去！爹，我就要嫁他，我只嫁拉出去！爹，我就要嫁给拉出去！欧阳，嫁给欧阳。你别以为你迷惑了惠儿就能翻天。识相的话，3个月之后找个理由让媒人主动上门取消婚约，否则我要是听到一丁点儿关于惠儿的非议，我滚！岳父大人息怒，小婿先告退了。我跟你说啊，这顾捕头刚升官，他是你们大头，我就是你们小头，知不知道？知道。所以你们所有人给我打足12分精神。总之，只要和欧阳旭一切相关事务，无论大小，全都要查清。可这，怎么，你有难处啊？他去西京做公关官了。啥？他一个荆轲探花，居然自请去西京做公关官，脑子没病吧他？可不就是吗？公公关是个什么呀？公公关，管管公，公公关是吧？是关关关公公公关，关公公公公公关不是公关，姐姐们是公关官。公关关，那是个什么官啊？欧阳旭他做了内侍。这个公关官啊，就是管理道观的这个官儿。然后呢，平日里啊，只是写一些青词，整理道藏什么的。你怎么知道？以前钱塘也有啊。乾隆太妃府里开设宴席的时候，我就见过1、2个，就是大家最瞧不起的那种，然后只能做侧席，连正席都上不了。没错，所以啊，我们都觉得这欧阳旭这脑子一定是进水的。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杜兄有所不知，哈尔他逼我逼得那么紧，我真的想不出任何的法子，所以情急之下，只能想出那个方法，才能暂时逼出东京去。哎呀，杜兄啊，我想知道，如果我做了这个公关官，是不当真就一辈子在朝里抬不起头了？那些个清流大臣啊，最恨的就是迎合圣上，最恨修道封禅。你呢，偏偏又是正牌子的衣甲进士，这对于他们来说就是背叛，这就是自毁前途啊！这就是甘宇、萧青岩这样的后党文武的佞臣。你这青云路，怕是毁了一半了。何止是毁了一半啊！现如今，高家也不要我这个女婿了。啊！你叔叔你怎么那么糊涂啊？他啊不是糊涂，他是怕得紧了，才不得不兵行险招。昨晚上再次见到我们，他是又惊又惧，既怕我把跟他悔婚的事儿抖出去，又怕万一真的像我说的那样，卷到了郑新田的案子里面，再跟夜宴图有关，所以啊，36计走为先。因为盼儿，他非要我去完成那3件我根本就不可能完成的事情。这个公关官，好歹也是个官儿，总比一文不名的强吧？这女子也太恶毒了。是我先对不起他，是我负了他3年深情和1纸婚书。不过现如今，我已经拿我的大好仕途相比了，我们也总算是两不相欠了吧？
他也在赌我们敢不敢把事情闹大。我和他一没有欠条，二没有正式的婚书，官家又重道，就算我们背后真有个什么了不起的靠山，那告发了官家新选中的教告时，也得冒着得罪官家的风险。而我们3个如今虽然凭着一口怨气留在了东京，但毕竟是女人，不太可能跋涉千里追到西京去。对呀，而且就算是你们跟着去了，他也好对付多了。比如西京没有大理寺，没高家，他只要不让你们进道观，或者再随便找个由头把你们抓进大牢去，那你们上哪儿说理去？不过这话说过来呢，你们要是留在东京呢，你们3个女人无亲无眷的，又没个营生一品，怎么立足啊？这个公关官又不是什么地方官，不讲什么2年3年任期的。你说回头他只要打听出来你们离开东京了，再找自己的丈人去跟官家说说好话，那不就调回来继续升官发财了吗？盼儿姐，这个人怎么这么有心机啊？当初就怎么朱由蒙胜心看上了他了呢？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呀？对弈讲究的是坚持自己的棋路，不为对方的攻防所扰。他之所以暂避出京，肯定想到我们几个女人不会再一厢久留。如果我们偏不呢？我们就偏不按他的思路走呢？好主意，咱们索性啊就留在东京，以静制动。我就不信他欧阳旭啊一辈子不回东京。那就按昨天晚上商量的办吧。盼儿姐掌柜，三娘姐掌厨，我来打杂。我手里还有周舍赔我的钱，可以全拿出来当做酒楼的本钱。那不行，你可是个劳累不得的登陆美人，开酒楼太大了。不然，咱们还是做回老营生吧。开茶坊。茶坊？这茶坊啊，找片地方就能开。盼儿呢管茶水，我管果子点心。咱们在钱塘都能养活自己，难不成来了东京还活活饿死啊？没错没错。开茶坊比开酒楼省事儿，还没有烟熏火燎的，这样我端茶送水还轻松些。而且也不用一开始把摊子铺得太大，有一个小坊子，我们只用搭个棚子，搬几张桌椅板凳，还更有野趣，也不会花费太多的钱。哎，我今天啊到附近转了转，我觉得马行街就挺不错的，那条街没有其他的茶坊，人来人往的，挺热闹的，离咱们这儿也近。姐姐们，你们到底要干嘛呀？做生意啊，赚钱啊，养活自己。你不是说女人在东京没个营生难以生存吗？我们之前在钱塘能名噪一时，万一我们在东京做茶坊，也能风风光光呢？姐姐们，这里是东京，没那么容易。